涂山璟找香柳救小妖，说是谈生意。香柳曾经说过，涂山璟和他们做了快300年的生意，但是香柳没有见过涂山璟本人，所以香柳在走向涂山璟的时候，为了确认其身份，走过的地方花草都被冻住了。涂山璟也不示弱，他一挥手让花草解冻复活，还有蝴蝶翩翩起舞。涂山璟的灵力应该是有治愈功效的，他郁闷的时候，花草都会跟着打蔫了。小妖第一次被香柳抓去鞭打受伤，涂山璟见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去运用灵力。他的灵力不能直接治好，但是可以减缓痛苦。后来小妖在苍玄婚礼上见到涂山璟，香柳捉弄小妖，利用情人蛊让小妖心痛，也是涂山璟运用灵力缓解其痛苦感受。很多人喜欢把涂山璟和香柳放在一起比较，其实这俩人都是有底线的人，就像水与火，虽然风格不同，但都是君子风范。只是涂山璟是正君子，香柳是隐藏的君子。在长相思中，香柳和涂山璟同框时，香柳的气场就没有输过。涂山璟每次见到香柳都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巴不得赶快带着小妖闪人。也正因如此，涂山璟才会着急慌忙地跟小妖定下15年之约。从实用价值的角度上说，涂山璟不光富可敌国，是苍玄成就霸业的提款机，还很会提供情绪价值，软糯糯的一副没有小妖就活不下去的样子。怎么看涂山璟也略胜香柳一筹，可他为什么那么怕香柳捷足先登呢？怕到香柳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打自乱阵脚的程度。一，在清水镇的时候，涂山璟第一次在文小六的脖子上发现吻痕时，就察觉到香柳对文小六的爱意。剧版有一个涂山璟用灵力抹去吻痕的细节，拍得很妙，这暗示了香柳的心机和涂山璟的嫉妒。明明喝完血的痕迹是可以用灵力去掉的，为什么香柳不去掉，反倒故意把咬痕变成容易令人产生误会的吻痕？因为香柳看出了涂山璟对文小六的情谊，所以故意做给他看的。这个动作就相当于在宣示主权，用一种无声的炫耀告诉涂山璟，文小六是属于他的。事实上，这一招对涂山璟确实有用，但是这一招不仅激发了涂山璟的胜负欲，同时也激发了涂山璟对文小六的占有欲。从此以后，涂山璟只要见到香柳就忍不住和他争上一争。比如文小六被抓起来后，涂山璟一筹莫展，跑来和香柳做交易。原本他还很自信，说只要你肯帮我救人，条件任由你开。据我所知，九命香柳从不跟钱过不去。没想到香柳的一句反问，就算我要报仇，也要去找文小六要。你是文小六的什么人？青丘公子？涂山璟就直接泄了气。后来香柳和涂山璟打配合，成功救出了文小六。涂山璟给文小六送玉山玉髓和归墟水晶时，又端着架子，一副正式的模样，道：这段时间有劳了，等躲过这段日子，事情平息后，我就带着他离开。结果香柳的一句，那就要看到时候他愿不愿跟你走，就又给涂山璟整破防了。涂山璟知道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只做夜视妻，他要接任族长，也有要娶的未婚妻，怎么看都不如无拘无束的香柳自由。可胜负欲亦然，涂山璟怎么也不能输给香柳，那他能怎么办呢？于是他想到了15年之约的法则。15年对神族而言，虽然是生命中的短短的一瞥，却也要一天天熬着过的。涂山璟知道香柳和文小六还未定情，也担心自己回到青丘处理家事时，香柳会捷足先登，所以就抢先一步表了白，并占下了小妖的15年。2. 后来涂山璟得知文小六是号令大王及小妖，明白香柳和小妖是不可能了，没想到防风背又出现了。防风背长着一张和香柳一模一样的脸，涂山璟第一次见到他时很惊讶。虽然那个时候的他并不能确认防风背就是香柳，但他却从防风背看小妖的眼神中看出了防风背对小妖的爱慕。于是涂山璟又有危机感了，因为他担心小妖会因为防风背的容貌而爱上防风背，所以他不得不放下青丘的事，住在小祝融府，故意找机会和小妖见面，借着帮助苍玄的机会，伺机与小妖增进感情。可防风背比香柳热情太多了，涂山璟还是不放心小妖的心会动摇，所以只要看到小妖和防风背在一起，就会忍不住地提起15年之约。
忍不住地跟踪小妖，忍不住地哭哭唧唧地说自己没有小妖就活不下去了。后来涂山璟得知防风被就是香柳，可他却不得不迎娶有了身孕的防风异应。爱而不得的情况下，涂山璟以37年的粮草为条件，要求香柳去阻止小妖嫁给赤水风龙。以涂山璟的智慧，他应该会猜到香柳会以防风被的身份去抢亲，因为香柳和小妖苍玄是对立关系，且他又深爱小妖，所以为了小妖的名声，绝不会让小妖这个号令大王姬跟他这个魔王产生关系。但防风被作为防风氏的庶子，公然通过抢亲去破坏4大家族关系的做法，也确实会给防风氏带去很大的麻烦。所以一旦用了防风被的这个身份，唯有死才能平息众怒。而一旦防风被死了，小妖就再也没有可能和香柳在一起了，既拆散了小妖和赤水风龙的婚事，又阻断了香柳留在小妖身边的可能。这是长相思中涂山璟唯一一次赢过香柳的情节，而他的筹码则不过是区区37年的粮草。涂山璟最不缺钱，别说37年，就是370年，他也给得起。能用钱解决的事，其实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可是对于香柳这个心怀大义、心怀沉荣义军的人来说，却是救命的。3. 西陵恒生前的宠物碧君天生声音魅惑，迷人心智，没有人敢听他唱歌，可香柳却不怕，他甚至还主动邀他唱歌。香柳心智坚定，为人坦荡磊落，没有什么可以被人要挟的事情，所以当世人因为内心的私欲容易被碧君的歌声迷惑时，香柳是不怕的。涂山璟和碧君同为狐族，他是狐族族长，功力自然比碧君还要深厚，自然也知道香柳的无坚不摧。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作为自己的情敌，显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人。为了得到小妖，涂山璟想了半天，也只能想到利用香柳的大义。剧版《长相思》中有一个情节特别明显，香柳试图以小妖为诱饵，找涂山璟帮自己托运粮草，涂山璟答应帮他，然后牙尖嘴利地回对道：我从来不拿小妖做交易，不过防风氏对小妖有授业之恩，我对防风君十分感激，这次算是我帮小妖偿还欠你的恩情。香柳笑笑说：你替小妖还我恩情，经过他允许了吗？涂山璟目光如炬，嘴角微微挑起道：这是我和小妖的事，不劳防风君费心，当然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你的事。这大概是全剧涂山璟反向拿捏香柳最高光的时刻，这一段原著小说中是没有的。很多人觉得这么一改，香柳为了大义利用小妖的功利感就出来了，并由此断定香柳并非良人。可我却觉得这么一改，也突出了涂山璟在面对香柳时的无力。面对一个没有弱点的人，涂山璟想破脑袋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能在这段三角关系中稳稳胜出。他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对于小妖也没有这么多的信任，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提醒香柳，让他明确自己的身份，早日和小妖划清界限。